一道神光冲天而起，这是解开远古禁忌的征兆。在一个由黄金打造的囚笼之中，被封印着的是连众神都忌惮的存在。即便宙斯带着4大天神赶来，依旧落了个负伤而逃的下场。而关押着的正是亿万年前曾统治天界的古老泰坦神族。相传在太古时期，天界爆发了一场战争，宙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，成为了奥林匹斯神山的王。而战败的泰坦神族则被勇士关押在地狱山下，只有厄皮洛斯神宫才能解除远古封印。但神宫在诸神之战中遗落在了人间，从此便下落不明。1万年后，出现了一位国王，他曾经也是神明虔诚的信徒，但在看到妻儿遭受病痛折磨致死的时候，曾兴奋的神明却并没有赐予恩惠。于是他化身成暴君，发誓要找到神宫，解开泰坦神族的封印，彻底推翻宙斯的统治。暴君率领部队来到希腊，因为能够预知未来的先知就藏在这4位圣女之中。他烧死了祭司，占领了神庙，随后对半岛上的城池发起了进攻。这时一个名叫特修斯的男人手持长枪奋力的反抗，但面对源源不断的大军，最终还是被制服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倒在了暴君的屠刀之下。而特修斯只能无助的咆哮。暴君看他身强体壮，便将他派到盐矿充当苦力。但殊不知的是，这个精壮的小伙正是被神王宙斯挑中的救世主。话说在诸神之战后，神王在天界立下了规矩，不允许插手凡间的事情，否则泰坦神族被释放出来，但也不能对暴君放任不管。于是他悄悄化身成一个年迈的老头，看到特修斯骨骼清奇，便从小教他战斗的技巧，希望有一天当敌人出现时，他能够挺身而出，拯救天下苍生。而此时的特修斯正在盐矿充当苦力，干完活后已经疲惫不堪，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时被困的4位圣女正好出来喝水，其中真正的先知不小心触碰到特修斯的脚，瞬间预言出现，在脑海中特修斯手握神弓，和暴君肩并肩站在一起，而面前躺着的是一具尸体。先知不清楚其中的含义，但知道这个男人一定很重要，于是趁着喝水的功夫，悄悄告诉旁边的苦力做好今晚逃跑的准备，然后来到特修斯的身旁，偷偷喂了他一些水，临走前还小声告诉他傍晚时分，4位圣女妖娆的舞姿特意引来了守卫，事先藏好的武器趁机拿出，放倒了赶来的士兵。特修斯跟其他的苦力趁机消灭了剩余的守卫，而3位圣女为了保护先知，选择留下来掩人耳目。众人逃到了岸边，决定抢下一艘商船逃跑。没想到大量的士兵突然出现，将几人团团围住。这时天界的海神波塞冬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纵身一跃，跳入了凡间。手握3叉戟的海神波塞冬纵身一跃，跳入了凡间。在先知的指引下，众人纷纷逃上岸。特修斯也在最后一秒跳出商船，抓住了绳子。几十米高的巨大海浪带着小船撞向了峭壁之上。由于黑海上有一层石油，众人都黑乎乎的，只露出了眼球。洗干净的圣女劝特修斯回到城邦，将逝去的母亲应该带回好好的安葬。庙中一块发光的巨石引起了特修斯的注意，他拿起大锤，瞄准好方向。大石！原来传说中的神宫就藏在城邦之中。特修斯疑惑的轻轻一拉，一支光剑凭空出现了。他带着神宫去找先知，不料几人已被抓捕。他拉起神弓，4箭齐发。特修斯来到神庙，决定找到暴君复仇，但这里已经人去楼空。突然暗中出现一队士兵，特修斯被偷袭撞倒，神弓也掉落在地上。一只大狗叼起神弓，掉头就跑，手无寸铁的伙伴直接领了盒饭。就在敌人发起致命一击时，战神阿瑞斯忽然出现，在0.1秒内瞬间干掉了全部的守卫。可刚结束战斗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。原来是神王宙斯降临人间，他是来惩罚战神破坏了神人之间的法则。宙斯抡起火鞭，将战神砸飞了出去。他告诉特修斯 No god will ever again come to your aid. You are on your own. I have faith in you, Theseus. 特修斯连夜赶到希腊城，但似乎为时已晚，因为暴君已经获得了神弓。等待黎明到来之时，他将解开地狱山的封印，放出关押的泰坦神族。夜晚，暴君来到城外，试图说服特修斯投靠自己，这也是先知曾预言到的一幕。但特修斯果断地拒绝了。他回到城池，穿上战甲，待到黎明之时，将是决战之日。暴君独自一人走到千万大军身前，他拉起厄皮洛斯神弓，一支光箭飞速射向了城池之中。
沉重的士兵吓得抱头鼠窜，他们心中曾坚不可摧的城墙，在神宫面前竟然一碰就碎。他们撤回城中，扔掉了手中的盾牌和武器，已经放弃了最后的抵抗。特修斯连忙跳上了城墙，说如果现在逃跑，就会将自己和子孙的灵魂永远的投入到恐怖的黑暗之中。特修斯跳下城墙，拿起武器，带头冲锋，冲向了隧道之中，拼命的和敌军弥战在一起。很快，他便突出重围，来到了关押泰坦神族的地狱山内，但终究还是被抢先一步。暴君已经提前赶到，他拉开厄皮洛斯神宫，对准了禁忌的牢笼。被震晕的特修斯艰难爬起，同伴拼命地护住神宫，但被释放出的泰坦神族重重包围，活生生地砸个粉碎。这时，云层中数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神王宙斯带着4大天神前来消灭泰坦神族，对方试图捡起神宫，却被宙斯一锤子砸进了墙内。天神超强的战斗力对着泰坦神族发起了进攻。而特修斯则找到暴君，凡人之间的对决，依靠最多的还是身体的力量。慢慢的，特修斯耗尽了体力，被接连而来的重拳狠狠地打倒在地。以为胜利的暴君嚣张地开始擦拭匕首上的血迹，浑然不知特修斯已经悄悄捡起一块碎片，在暴君准备动手时，顺势将碎片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脚上，然后反手将其压在身下，将匕首刺进了他的胸口。而另一边的泰坦神族越来越多，天神虽然实力强大，但在无穷无尽的围攻之下，纷纷重伤，接连倒地。就连宙斯心爱的女儿雅典娜也惨死在了泰坦神族的手中。极度悲伤的宙斯亮出了最后的杀手锏，他站在了黄金牢笼之上，脱下头盔，拉起了黄金手环，拼尽全力拉倒了支撑地狱山的2座巨人雕像。在地狱山崩塌的最后一刻，他带着雅典娜返回了天界的奥林匹斯神山，而泰坦神族则被永远镇压在了废墟之下。城外的大军也被倒塌的山体吓得纷纷四散而逃。在最后一刻，重伤的特修斯得到了天神的恩赐，化成为一道金光，从此飞上了天界。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曾经不信神的特修斯为拯救人类奉献了自己的生命，并因此成为了众神的一员。宙斯因为他的勇敢，赋予给他一份礼物 A son, Acamus。 宙斯再次变成老头，决定从小教导这个男孩，因为 War is coming to the heavens.